我只是在酒宴上打了个哈欠，外公司部门经理就站着住建局有个姐姐对我一顿叫嚣训斥，还说公司领导没脑子，请我当荣誉顾问，却不知我这荣誉顾问就算老板都得敬我3分。困了就滚回去睡觉，你这样子让领导看见会有什么想法？你也就不在我手下，不然的话，就这一点我都会直接把你开了。旁边有人打着圆场道：领导离得远，不一定能看到的，看不到就没事了。对领导我们要心存敬意，不是说距离远近就要有不同的态度，两面三刀。平时工作肯定也是阴奉阳违。打圆场的人一听这话，也不吭声了。叶枫皱着眉头，正要开口，却被旁边一人拉了一下，低声道：兄弟，算了，这是我们公司业务部的杨经理，他姐姐就在住建局工作，惹不起的。杨经理听到了这话，冷笑着道：要不是我来迟了，谁会和你们一起坐在这犄角旮旯里？叶枫知道这位杨经理是把他当做了一个可以任意揉捏的小人物了，他也不惯着。原来如此，我记得现在有个名词叫什么来着？哦，伏地魔是吧？杨经理皱起眉头，什么伏地魔？一旁有人讨好的道：杨经理，他说的是扶手的扶，弟弟的弟，意思是说您姐姐对您不计成本的奉献，在别人眼里是非常自私的表现。杨经理一听，立刻炸了，直接拍桌子站起来：你说谁是伏地魔？你再说一遍。叶枫本打算嘲讽他2句就算了，可这小子偏偏嘴巴不干净，他脸色转冷。怎么被说中了恼羞成怒？如果你不是靠着自己姐姐的影响力，在这种场合当着这么多不认识的人面叫嚣什么劲？我打个哈欠而已，你就在这唧唧歪歪，那些领导是你爹？杨经理听得更气，立刻朝着叶枫走过来。你他妈找揍是不是？旁人连忙把他拦住，在这种场合打起来还得了？给我放开！妈的，再拦着我，我连你一块揍信不信？拉着他的人一听这话，当即放了手。然而他没想到，他这随口一说，还真没人拉他了。他也不想打架，看着坐在那的叶枫，杨经理忽然觉得很尴尬，这自己是过去还是不过去？见杨经理不动了，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叶枫冷笑一声，虽然没说话，可那鄙夷的眼神让杨经理更加恼怒。他再次拍着桌子，指着叶枫呵斥出声：你笑什么？如果今天不是这么多领导在，非揍你一顿不可！没教养的东西，只配坐在这种无人问津的角落里。这句话听得整桌人都满脸古怪，这不就是把他们都连带着骂了一遍吗？叶枫看出他已经惹了众怒，干脆再添一把火。你说这么多，还不是不敢动手？怎么怕打不过我？放心，我不会还手的。你来揍我试试看。旁边有胆子大的干脆怂恿道：杨经理，他这么嚣张，我都忍不了揍他。这样的人明显是在幸灾乐祸，真打起来，叶枫和杨经理都得倒霉。他乐于看到这一幕，反正2个人他都不喜欢。叶枫呵呵笑着：你再不动手，我就要骂你是怂包了。光说不练，逞什么嘴上英雄？你……杨经理眼睛里要喷火，恨不得上去撕烂叶枫的嘴。你很嚣张是吧？有本事告诉我你是哪家公司的，看我不让你们领导把你开了。叶枫淡笑着道：我是万顺地产的荣誉顾问叶枫，如果你想找人开除我，恐怕有些困难。顾问还是荣誉的？杨经理嗤笑出声：万顺地产那些领导脑子里想的什么？搞这么一个虚职出来，也不知道要你这种人干嘛？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你们公司的领导。说罢，杨经理转身就朝着后面走去。其他人互相看了看，靠近叶枫的人低声提醒道：兄弟，虽然我也不喜欢杨经理这个人，但是他的确有点地位，在我们辉煌地产比总监还威风呢。如果他真去找你们公司领导告状，你恐怕有麻烦，还是去低头认个错，把他拉回来吧。对于这种扯淡的话，叶枫不想理会，直接坐下。那人见自己的好心被叶枫这番无视，心里很是不爽。兄弟，别说没提醒你啊，回头你们领导来找麻烦，我们可帮不了你什么。叶枫看也不看他，我也没说过要你们帮我。你还真是自大。此时的杨经理却是走到了万顺地产规划部总监的旁边。马总监你好，我是辉煌地产的小杨，之前和您见过面的。马天成认出了这位在住建部有关系的项目经理，便笑着道：杨经理啊，这么巧你也来了，来，坐下喝2杯。被马天成这样邀请，杨经理的虚荣心顿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他很是有些得意地看了眼后面的角落，然而想象中叶枫的慌张表情未曾看到，好似完全没关注过这边，这让杨经理心里更加愤怒，对着马天成道：马总监，我来是想问个事，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叶枫的荣誉顾问？一听他提起叶枫，马天成表情立刻严肃了许多。怎么，你认识叶先生？何止是认识，刚刚还和他吵架呢。杨经理没有察觉到马天成说起叶枫名字时的严肃，直接添油加醋地把刚才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你们这个叶顾问实在太过分了，领导在上面讲话，他竟然很没礼貌地打哈欠，我也就好心提醒他2句，他却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还说什么领导不领导的，关他屁事，又说自己在万顺地产很牛逼，根本不怕有人告状。我就想问问马总监，这样的所谓荣誉顾问，难道不会对万顺地产造成什么不利影响吗？倘若让领导知道了这事，恐怕不太好吧？马天成听得有些愣神，反正我觉得这种员工应该立刻开除，到时候就算领导知道，也不会再怪你们。马总监，您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马天成回过神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心中的怒火在不断攀上。叶先生这样一位伟大的城市规划师，怎么可能会说出这些粗俗不堪的话？马天成立刻想到，这是杨经理在故意找茬，但他知道这人的姐姐在住建局工作，自己一个规划部总监，怕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件事。他站起身来，对杨经理淡声道：这件事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和葛总说，你在这里稍等一下。好。杨经理欣喜过望，他本来只是想找万顺地产的总监告状，却没想到能告到葛清泉那里去。心中得意的杨经理坐了下来，正要和其他人打招呼，
却发现这一桌人的表情都很奇怪，有些人眼里有愤怒，有些人是幸灾乐祸。他想找人说话，对方却直接转头过去，看都不看他，这让他有些纳闷，又有些不爽。马天成来到葛清泉旁边，附耳说了几句，葛清泉的眉头逐渐皱了起来。马天成低声道：“我觉得叶先生应该不会说这种话，估计那家伙添油加醋，故意来找茬的。”葛清泉微微点头，我知道了。然后他看向辉煌地产的老总邵家阳，邵总，你们公司那个姓杨的项目经理，平时没少得罪人吧？邵家阳有些诧异的看了过来。葛总为什么这样问？没什么，就是他和叶先生有点小误会，刚才跑来找马总监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我想知道，一个项目经理有什么资格对叶先生说三道四？你们辉煌地产的人平时做事都这么嚣张吗？感受到葛清泉的怒意，同时听到叶枫这个名字，邵家阳心头一跳。要知道他可是刚贷款了30亿资金打给万顺地产，想到得罪叶枫的后果，他额头的汗都流下来了。邵家阳不敢再想别的，直接站起来道：“葛总，您放心，这事我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”葛清泉满脸阴冷：“你要给交代的不是我，而是叶先生，请邵总记住，叶先生在我们万顺地产，尤其北区项目中地位比我高，如果他不满意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”邵家阳头上的冷汗更多，也不再说别的，立刻匆匆往后面而去。住建局的一个领导好奇地问：“葛总，你们这是在说什么？那位叶先生？”“没什么，叶先生是我们的规划师，负责北区的规划工作。邵总公司的人和叶先生起了点小冲突，很容易就能解决的。不过那位项目经理，据说有个姐姐在你们住建局工作，平时仗着姐姐的威风，很是骄横。”他这也算给领导上了眼药。那位领导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：“葛总，你说的人是谁？把名字跟我说下，我马上让人去查。如果真有什么相互勾连的，我保证让他们后悔。”邵家阳的到来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，杨经理赶紧站起来，堆起满脸的笑容：“邵总好。”然而不等杨经理说什么好听话，邵家阳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。